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开箱另外一个非常让人期待的小乌龟卷线器，那当然就是我们的 Shimano 22年式 Xsense DC。我们马上开始吧。话说回来 ，Shimano 今年的这个 Shimano 的出货真的很有问题。这一颗卷在它官网发布的时候，没几天其实就预定，但是Shimano 号称7月底的时候会陆续出货。当然，先出货的是右卷的版本，这一颗是左卷，但是在日本，在8月初的时候才陆陆续续有人能够收到货。好，那这一颗是左卷的版本，是更晚，是最近这几天才收到的，所以这个是容限量的一个标识、爆炸图、保证书，还有就是它的说明书。OK， 好，我们现在直接来看卷线器的本体。22年式 Shimano Xsense DC， 卷感非常的好，非常绵密，没有任何的声音。基本听不到这个齿轮的声音，感觉不到齿轮。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Xsense。那 Shimano 的 Xsense 系列呢，与其说是一个系列，不如说是一个概念。OK，Xsense 其实在 Shimano 的产品线里面就代表了海鲈特化。大家先不要被海鲈就 C-Bass 吓到。OK， 其实海鲈的卷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淡水的 Bass 卷，但是它赋予了它海鲈的这个概念而已。那所以所有的 Xsense 都是基于某一款成功的卷线器做了一些改进，给你一些新的东西得来的一个卷线器，所以它都有它的原型。打一个比方，最近我自己购入了这个是纺车版本的 Xsense。OK， 那它是基于 Vanquish 的机身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Vanquish， 但是它针对海鲈做了一定的轻量化和刚性的加强，和一些刹车系统的改进。也就是说，它比 Vanquish 其实是要好一点然后是同样一个价位的东西，同样一个档次，是一个次旗舰的水准。那我最近也需要一个3000型的纺车轮嘛，所以毫不犹豫的选择了 Xsense。Xsense 是我在 Shimano 这所有系列里面，其实是现在是最喜欢的一个系列。好，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只是为了说明一下 Xsense 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意思。好，那回到我们这颗 Xsense DC， 那这一款它是基于哪一款的机型改进的呢？很明显是21年式的安达列斯 DC。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它参数。OK， 这一颗是 XG 左卷超高齿比 ，Xsense 只有出超高齿比。因为它是针对海鲈特化，所以它需要圆头和快速的回线。手把转动一圈，回线91 cm， 手把是90 mm 的长度，然后5公斤卸力，自重230克。它配有一个37x19的窄幅的大口径线杯。OK， 那关于它的容限量呢，我等一下再说。OK， 它容限量有一点点小问题。那我们先来仔细的观摩一下它的外观。OK， 它是黑色的哑光漆这个非常细腻的一个凹凸的一个漆面，我感觉它比这个22的 Bantam 要好看，比它要细很多，所以它的质感是非常的有一种很神奇的质感。Bantam 那个呢，它也是这种哑光的感觉，但是其实你摸上去它是滑的。但这个是真正的是一个哑光的手感，非常高级的质感，真好。那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黑色涂装呢，还是喜欢这个安达列斯原本的这种涂装呢？安达列斯的涂装也是很漂亮，就是非常的华丽。大家喜欢哪一种？
当然它卷感非常好了，它的 clutch 很紧的，没有任何的松动。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卷线器。好，那我们现在说回容线量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的 Xsense 的说明书，它上面这里写，它容线量12磅的碳线130公尺，14磅95公尺，16磅85公尺。那这一个容线量其实跟21的安达烈斯 DC 的差别非常大，出入非常大哦。但是这一颗其实是基于21的安达烈斯 DC 的 ，OK， 是一模一样的线杯 ，OK， 这一点Shimano 已经确认过了，就说它这一颗 MGL3的线杯和21款的安达烈斯 DC 上面那一颗 MGL3线杯是同一个线杯，一模一样。那根据 Shimano 的说法是他们在测试的时候的一些误差导致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个测试的这个误差会这么大。OK， 但是大家其实需要注意一下这一点。每一款线，每一个品牌的线，它的线径都不一样，所以容线量是没有办法准确的说出来的，一切都以实际上线为准。好，那其实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一个安达烈斯的机身，做了一些 P1 线的特化的一个机种。OK， 那所以机身一样，线杯一样，整个传动系统都是一样的。那它跟安达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是有几个细微的一些改进，而且我个人觉得每一样的改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改进。OK， 那第一个改进在外观上可以看出来。哦，对了，先不要说跟21安达比，跟上一代吧。OK， 上一代的安达烈斯 DC， 包括我这一颗 DCMD， 他们是没有机械刹车的钮的。没有机刹钮 ，OK， 这一点是被很多人诟病的，所以呢，它这一代机刹钮又回来了，这样可以做更多的调整，有更多的组合，有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这里要给一个赞，但是21安达烈斯 DC 我这里没有那一颗卷 ，OK， 但是它那一颗的机械刹车呢，为了迎合它的机身的线条。它做了一个斜面的设计，那它这个机械刹车其实是非常紧、非常难转动，有点类似像达艾瓦的零调整系统一样，非常紧的一个机刹。那如果你再做一个斜面呢，你会变得非常难调整，你调了没有？调了多少都不清楚。那它这一颗呢，它做了一个90度角，而且它的这个摩擦系数做得非常好，所以可以做更细微调整，可以更轻松的调整它的机械刹车。第二个也是非常多人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增加了出线警报声，而且这个出线警报声我觉得非常好听。声音非常的有质感，原因是因为它的作动的机制是通过敲击它的这个黄铜大齿轮产生的声音，所以呢，这个声音非常的有质感。然后出现警报声在小乌龟上面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功能。不管是在 C bass 还是在 bass 海鲈还是黑鲈还是别的什么鱼种，我都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小乌龟出现其实是非常隐蔽的，有时候你在捕鱼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出现。OK， 如果有这个警报声，你可以马上做出反应，这样子是可以实实在在的增加你起鱼的概率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OK， 那下一个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 DC 的单元是不一样的。所有的 DC 卷 ，OK， 它们都有4个档，一般来说都有4个档。OK， 碳线、P1 线、尼龙或者叫 Mono， 还有 X 档。碳线、P1 线、尼龙这3个档，它们都是很雷同。OK， 那区分每一颗 DC 它的性格的最大的一个
因素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 X 档。OK， 一般来说 X 档是远投模式，对不对？但是其实每一颗 DC 的 X 档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再看这一颗 DC-ND，OK， 它的 X 模式呢叫做 XB， 它的这个 X 模式是为了针对大耳的抛投，一些非常重型的路亚，像大蛹3盎司以上、4盎司、5盎司、6盎司 ，OK， 大蛹的抛投做的一个模式，这样子就完完全全的区分了，把它和普通的 DC 区分开来。那到我们的这个 Xsense 也是一个道理，一个意思。它的模式，顺便看一下这一代的侧盖怎么打开。它这地方有个拨钮，直接拨一下它就弹出来。OK， 一样的4个档 ，F 是碳线 ，P PE 线 ，N 是尼龙或者叫 Mono， 然后 X 档。那这一颗 DC 的 X 档，在它官方的说明里面，它是用于比较粗的线径的 PE 线，注意是 PE 线 ，OK， 是粗线径的顺风的远投的一个档位 ，OK，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跟安达烈斯的 DC 区分开来了。那到底区别有多大呢？我等一下会出去实际的抛投一下，然后讲一讲跟这个 XB 档和普通的 X 档的区别。好，那我也没有17款的 Xsense， 这一颗的上一代是17 Xsense， OK， 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呢，这一颗的容线量是有所上升的。那对于容线量上升这一点，其实是有好有坏。好处当然是容线量上升，证明能够抛得更远。坏处就是它的线原本就够用了，为什么你要增加它容线量？有些人会觉得，那比如我原本想用2号的线，我把它上满就这么多线了，那你现在容线量上升，我平白无故要多上很多线225公尺和250公尺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我好端端的我要多上那么多线，然后我的线杯其实表现的会没有以前那么轻快。OK， 这个是一些人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说，它这一代做出来参数就这样子。它这个卷感真的太好了，完全感觉不到它齿轮的存在，然后很紧。就我往回的时候呢，没有感觉一些松动啊什么的。上一代的安达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其实在往回的时候是有感觉到，就我往回卷的时候，你看是有一点点声音在的是会感觉到一些轻微的一些松动。这个不是因为用了一段时间它就是这样子。那我不会在这里仔细的去说明它上面的机能，因为官网都可以查到。我觉得官网能查到的资讯呢，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上面查阅。我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去讲这些东西。这个影片本来就相当长了，我希望能够把时间花在一些我觉得有用的资讯上面。大家只要记得这一颗是 Shimano 小乌龟的顶卷，它是完完全全的顶卷规格跟安达烈斯是一样的。所以 Shimano 把它所有的看家的技术、所有的机能都放在了它身上所以无论从出线感，还是抛投的感觉，还是使用的手感，还是收线时候的卷感，它都是最好的。包括线杯的性能所有的这些性能，它的传动系统，它的耐用性都是 Shimano 最好的，Shimano 的标杆。好，那这一颗卷到底有什么本事呢？就让我实际出去使用一下，见识一下。OK， 今天我来外面测试 Xsense DC， 我会用2根杆子，一根是重型的吊组，然后长杆87 Extra Heavy 这一根，然后另外一根是这根7.3 Medium Heavy。
然后我会分别测试，这一颗卷抛投 PE 线和碳线的性能。OK， 那让我们从米诺开始 ，Shimano World Mino， 然后16磅碳线前导线，50磅的 Mix Quattro， 50磅大概是3.5号吧，3号到3.5号之间。好，一开始不要急 ，PE 线，所以先试一下线。先抛近一点。现在是 P 档，没错了。哦，先试一下 P 档，因为现在是 PE 线嘛。然后抛抛看。一般刹车我用 DC 的时候，初始的刹车我喜欢设置在3。好，基本上 OK 了，我们可以正式开始试投，尝试抛远一点。P 档3，哦，很不错，很不错，感觉已经要到顶了，感觉已经要到最高峰的感觉了。第一次抛投，很舒服啊，很顺畅，然后卷的时候非常的细密，几乎是感觉不到，不是几乎啊，就是感觉不到齿轮的存在，感觉不到这个 gear 的存在。我现在回收线的时候，这个声音，那我现在回卷的时候，这个声音，这声音是因为我用的线是，我用的 PE 线是4边的，哦，这个是线的噪音 ，PE 线本身的噪音，哦，并不是它这个卷的这个齿轮的声音啊。大家要注意，然后我今天用的线其实故意是用4边的 PE 线，因为这个卷是偏向 PE 的一个设定嘛，所以我今天故意用的是4边的 PE 线。因为我想测试一下它对 PE 线的控制。哇，真的很顺哦！但是我在用2档的时候发现了，在逆风的状况下，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浮现，有一点点感觉要吵的样子哦。所以下一步现在还是调试阶段 ，OK。下一步我是想细微的调整一下机械刹车。我现在用的是2档，以这个R的重量、风阻各方面，以这个线组的搭配。有一点点浮现哦，它 DC 已经有控制的很好，首先控制很好，但是我想降1档，那怎么样呢？那我就其实需要稍微调紧一点机械刹车。机械刹车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调整，在钓鱼的时候要根据钓况来，一般情况下你就调到合适就好了。但是如果出现这种逆风抛投的状况 ，OK。特别是 Shimano 的，大家需要做一些微调。像现在我个人感觉是这个下落的速度是有点快，那我就把它调紧一点 ，OK， 调到它落的速度变慢，要体会一下。调到它速度变慢为止。哦，现在已经速度变慢了，然后回调半圈。我个人习惯是回调半圈，大约半圈。OK， 那现在机械刹车调整好了之后，我们试一下逆风。哇，感觉距离并没有减少嘛，真的很厉害。机械刹车的调整其实是一种微妙的调整，是一个出线感哦。你调低了之后，出线变得轻快顺畅。
是一个出线感和安全感的一个微妙的平衡。如果你觉得抛起来浮线变多了不舒服，你就把它调紧一点。OK， 完全是可以。OK， 特别是逆风状况。如果你觉得顺风或者抛得很舒适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调松一点点。好，我们现在来试 X 档。X 档是顺风档哦，根据官方的描述，我们来试一下 X 档。那我把机械刹车再往回调一点。然后外部刹车我调到3 ，OK， 好。它这个 X 档我喜欢，它是有一直在轻微的抛的时候，有一直在轻微的一点在给刹车的哦，但是它又没有那种，它是很温和的一种刹车。它这个 X 档没有安达的那种重刹的感觉，当然我说重刹是相对来说的 OK， 它明显感觉到更细腻、更温和一点。那它肯定明显针对的是 P1 线，还有就是重一点的路亚抛头 OK。哦，这样子你抛出去会很轻快，你的耳的飞行你会感觉很轻快。然后由于它有一直连续性的在给细腻的刹车，它这个耳的这个飞行的姿势控制的非常好哦。它像米诺这样子的，我们最怕就是抛出去的时候到处晃，它是可以让它以一个很正确的姿势去飞的，优秀 ，Shimano 干得好，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选用8边的 P1 线哦，这个4边感觉还是会有一点点浮线。哇，哎，真的很舒服，它这个 X 档，这已经抛出了仿车轮的感觉，这个飞行的感觉已经是仿车轮的出现感了。Shimano 干得好，哈哈。换一个9克，这个应该是9克左右的 ，110 Junior 9克左右。那我松一点点机械刹车。OK， 然后3档，我先切回这个 P 档，没有问题啊，哈哈，哦，很舒服啊，它9克的这种轻的路亚，抛出去的感觉还是很轻快，非常轻快，然后抛头的距离，远的非常合理。哦，非常合理的远，然后它的线杯是没有回转的倾向哦，因为比较轻的耳，一般情况下，如果你的线杯的设计和材质各方面做得不好的话，它会有一个回转的一个倾向哦，这样子也会导致那种不安全的感觉，甚至是直接就是炒米粉咬线哦，但是它这个没有，非常顺畅。而且我现在用的是一个50磅的线哦，大家记得，我用的是一个50磅的粗线。那像这种轻的路亚的中近距离的抛投，应该是非常舒服，没有问题。但是不得不说，每一个卷都有它一个最舒适的一个重量。那这一颗卷以我个人标准，我感觉是14克左右开始，一直到我不知道30、40克、60克，也许，因为它标榜的是海螺嘛。那海螺的话，有可能会用铁板，铁板大概40克应该是很标准的。不过公平的说了，像10克以下的轻的路亚，特别是一些风阻有一定风阻的路亚，轻的，然后抛起来还是仿车比较舒服嘛，对吧？这其中也跟线的搭配也有关系。一般来说，小乌龟的线会搭配的粗一点点，除非是 BFS， 但是一般都会用粗一点。然后仿车一般线会用细一点，哦，这也有关系。
但是说回来的话，如果我们为了抛轻的路压，风阻大一点的路压，为了抛投距离和抛投性能去把线换成细线的话，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就在这种中型的卷线器上面 ，OK， 我个人觉得它是会产生一些别的更多的问题。所以说，单从轻耳的飞行距离考虑的话，10克以下，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用纺车。但是你说这一颗行不行？当然可以，这一颗的这个区间真的很大，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DC 可以抛得很轻，什么5克、7克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这样子追求极限，因为毕竟是一个大口径的37mm 的线背 ，OK， 它做到这样子已经很好了 ，OK， 接下来抛一个重一点。LV 500 ，OK， 那我现在直接回到 X 档，真的假的？它这个延伸感，这也太爽了吧！哦，我超喜欢它的这个 X 档。我来仔细讲一下哦，后面是讲很多废话的时间哦，我会在下面标的。如果各位不想听的话，大段的废话的话，可以直接跳过 ，OK， 跳过这一段。比起安达的 X 档，它这个 X 档处理的更细腻，哦，更加温和一点。为什么？我现在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真的飞得好远，然后卷得很累，那正好一边慢慢卷一边来说一下这些相关的一些有的没的。这一颗卷的设计是针对 P1 线，毫无疑问P1 线怎么说呢？这里又要说到 Shimano 的一些东西。Shimano 在最近这几年吧，它的这个小乌龟的线背越做越窄 ，OK， 然后它推出2个相近的，就意思差不多的技术，一个在纺车轮上，一个在小乌龟上面。纺车轮上面就是最新 Stella 的超密卷 ，OK， 小乌龟上面就是说它把线背做得越来越窄，这2个其实是一样的，类似的意思吧，类似的概念那 Stella 的那个超密卷，它的原理就是它利用这个线背的上下移动变慢，让那个线缠得特别的紧。OK， 理论上来说，这样是可以增加抛投的距离。OK， 因为你出线的时候线很密嘛，出去很紧密但是超密卷这样子一个设计，其实是有一点点对于碳线的用家不友善。OK， 因为很容易理解。碳线就像一个弹簧一样，你超密卷其实就像把弹簧压得很紧一样，那它很容易就爆掉嘛，因为碳线因为纺车轮是从这个方向出现，很容易整卷线这样爆出去。但是其实还好，因为99%的人现在都在用 P1 线，在纺车轮上是用细的 P1 线 ，OK， 那厂家在设计纺车轮的时候也是以 P1 线为假想，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在纺车轮上面用碳线的话，我只能说你就必须去承担这个后果，或者说是你需要去知道这样子一个状况。OK， 你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状况，那你就去用。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请你用 P1 线，对不对？现在市场是这样划分的。那来到小乌龟这边，其实情况是相反。它小乌龟的这个设计线背的设计的趋势越来越窄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对于P1 线的用家是有负面的影响。当然它这个设计是有很多的好处了但它也有一点轻微的负面的影响，对于 P1 线的用家来说。但是我个人觉得在 DC 上面是有解的
哦，DC 是它整个线杯啊这个系统设计的最优解。哦，为什么？我现在慢慢来解释。我刚才一开始抛的时候说要施一点水嘛，哦，先抛进一点，然后让你这圈线打湿一点。然后我也说了，建议大家在这个上面用8边的 PE 线，因为 PE 线你可以想象它4边嘛，这个是4边的，那它就是4股尼龙编在一起的一根线。OK， 那由于它边数少，它很容易被压扁。哦，你 PE 线在线杯里面这样搭住的话，上面搭下面的话，哦，很容易就被压扁，下面线全部被压扁。压扁之后呢，它就会压进去，哦，很容易压到里面去。你像这样子用力一拉，有没有就下去了？哦，8边的线这个状况会少一点。OK， 就像你洗衣服有没有？你拧衣服的时候，用力拧的时候，衣服是湿的时候，你可以拧的很硬一条，对不对？如果你是干的衣服，你以同样的这个角度，你这个手就拧这么多 ，OK， 湿的时候它是硬的一条，但是干衣服呢，它不会变成很硬的一条 ，OK， 它是松的 ，OK， 整条是松的，哦，这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你 PE 线在吸了水以后，它线会稍微硬一点，哦，不容易被咬下去 ，OK。那咬下去的时候呢，你这个线咬在里面的时候呢，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钩 ，OK， 咬在里面的时候呢，当你这个线杯是 free 的时候 ，OK， 当你线杯是 free 的时候，你往外出线的时候 ，OK， 哦，看到没有？出不去啊，出不去。哦，你的线杯在转的时候，它线出不去，哦，它就会这样子。有没有整圈带过来？哦，现在我的线是在这里。哦，这种情况下，你的线杯在高速转动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它就很容易会炒米粉。OK， 那 DC 的控制，它是计时的介入，而且是很细的。哦，多点很细的，持续的介入。哦，它可以很大的缓解这个状况。OK。那窄线杯有什么不好？哦，窄线杯会加重这个咬线的情况，这个线互相搭的情况。哦，它不会，我不是说它的线会互相这样子，真的咬得很紧、很死，这样整个线刻进去这样子，不会这样子。但是你在抛的时候，顺畅度会有一点点轻微的影响。哦，在某一些情况下，哦，但是如果你是 DC 的话呢？它是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 DC 是真的是最优解。OK， 是现在 Shimano 这个设计的方向的最优解。但是大家其实也不要过度的去解读这个问题了哦，而且我觉得也是有办法去改善它的哦。一个就是用8边的线，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用稍微粗一点的线。OK， 线径稍微粗一点的线，因为 Xsense 是一个标榜海鲈的卷，那它应该会用到一些不可避免的会用到一些远头系的路亚，但是我没有远头系的路亚，真正远头系的，我说的是，我最接近的是这一颗铅啊。如果你用这种铅啊什么，其实意义是不是很大的哦？但是我只是想用它来代替远头系的铁板。OK， 这一颗铅是1盎司，不到30克。一个远头系的铁板大概是30到40克这样子，对吧？那大家可以看出来大概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OK，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哦，刹车我调到4档、3档吧。然后机械刹车我看一下，不调它了，直接就这样子。OK， 现在外部刹车是3档。我们来试一下。哇，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马上见底了。OK， 已经见到边了。我这卷线上了大概是上满，大概有120公尺。
OK， 也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认真抛的话，120公尺就轻杯了。OK。OK， 薄薄的一层，已经在最后的一卷，最后的一层。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降1号哦。这个线是我上了120公尺，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降1号，然后上多一点，上到150。哦，如果是钓海鲈的话，甚至可以降2号，上到180。所以说它的容线量，它上的线比较合适，应该是2号、2.5号、3号这样子。如果你是海鲈的话，你应该偏2号这边；如果你是淡水 bass 的话呢，你可以偏3号这一边。OK， 这样子比较好，因为你要给鱼一点跑的空间。如果你真的是 C bass， 你丢过去轻杯的话，落水咬哦，这个时候你整套就去了。哦，现在没有什么风。再来一点风的话，我这根杆子只有7尺3，再来一点风的话，就轻杯了。OK， 那如果是钓海鲈的8尺多的杆子，应该都不需要很用力，就轻杯了。所以配线一定要配多一点哦，整卷线要上多一点，但是不能太细。如果你配太细的话，它会有一些轻微的咬线的状况，这样子你的抛投感、出线感反而会变得不好。OK， 下面试一下碳线，换上了碳线14磅，但是我在上线的时候我数了一下，在这个线我用的是FC Sniper Sunline， 我实际上的线其实超过了它标的这个容线量哦，其实跟安达烈斯 DC 是一样的容线量。14磅的线我量了一下，大概上了有110，我觉得应该超过115公尺。OK， 所以并不是它这里标的说14磅好像是标多少，95公尺哦，差的蛮远哦。这种是一些误差啦，所以说大家不要相信它的这些标的容线量哦，要自己看一下自己的线径，还有实际上的效果。OK， 现在里面是 F 档。然后外部刹车我开到5，试一下。哦，很平顺，很舒服。这个 F 档跟安达的，或者说上一代的安达，包括我那一颗 DCND 都是很接近的。再抛一下，因为这类的都是要低抛物线，所以我很好奇它的 F 档怎么样。它已经非常接近安达的 DC 的 F 档，但是它也是感觉到轻微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刚才试过它的 P1 线还是怎么样，我感觉它还是轻微的比安达的要温和一点，要轻一点刹车。我感觉是有一点哦，还是很细，还是很细，但是会温和一点。那我不是很确定它这个，试一下 X 吧，试一下 X。现在刹车外部还是调到5，试一下 X 档。哦 ，X 档完全不行。哦，不行不行，很危险。这个 X 档跟我那颗 DCMD 的 X 档完全是天差地别。那个 X 档就是用来玩这种饵的哦，非常的爽，抛的非常平顺，非常刹车非常够力，介入非常够力。然后这个 X 档完完全全是针对 P1 线，换一个轻一点路亚试一下。换回 World Minnow 试一下，还是 X 档，还是5 ，OK。
哦，很可怕，很可怕。它在中段的时候浮现非常严重。我觉得这个 X 档是用来玩这种抛这种碳线是不可用的。好 ，F， 然后刹车调到3吧，调到3。哦，舒服，无比的舒适。它这个 F 档，我个人觉得是跟安达的那个 F 档有95%以上的接近度，剩下的5%，我觉得有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心理作用而已。哦，也许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都有可能。哦，控制非常好。OK， 线组了一个4寸的加耳，1公尺多一点，1公尺左右的子线，然后40不知道多少12克的铅，哦，40多克的铅，哦，这是一个标准的暗调的淡水 bass 重型卡罗莱纳调组。现在是 F 档，里面是 F 档，没有改变。外部刹车3，试一下这个组合怎么样？几乎要见底了，哈哈哈。8、9、10、3、4、5、6、7、8、9、10、3、4、5、80、4、5、6、7、8、9、90、1、2、3、4、5， 95是多少？大概80多公尺的样子。是这个调组正常的一个表现啊。这个可以达到跟 DCMD 持平的感觉，它出线真的很舒服。见底了，见底了！我看到黑色了。4、5、6、7、8、9、20、8、9、90、1、2、3、4、5、6、7、8、9、100、1、2、3， 103圈，90多公尺。为什么要拿这个调组和大勇出来试？因为这些都是目前 Shimano 家包括2盎司左右的大勇，包括这种重型的卡罗莱纳，目前 Shimano 家的最优解是 DCMD， 更好的卷还没有被造出来。那这一颗很轻松的就达到了 DCMD 的 XB 档的水平，就用它的这个 F 档。当然 DCMD 的 F 档跟这个档跟这一颗的 F 档也非常的接近，可以说不相上下，但是不要忘记它是更泛用性的一颗卷。除非你要求容线量，除非你要求比如说你上20磅的线，你要求是要有容线量，我觉得 DCMD 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它在更大的加耳的时候的稳定性，抛投的稳定性，它那个 XB 档是更胜一筹。马上要见底了，应该剩下的线应该不到15公尺，也就是说，它在我用这一套的前提下，它可以做到稳定的100公尺的抛投，卡罗莱纳调组。这样的话，它泛用性真的非常的厉害。由于它这个轻柔的刹车，今天从9克的一直玩到这个40多克的 ，OK。从硬耳一直玩到软耳，不得不说这一颗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觉得是 Shimano 的 DC 卷的新的标杆，毫无疑问。OK，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实际抛投的一个状况，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那也非常抱歉，我个人的风格呢是比较啰嗦的哦，很抱歉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那我现在来做一个总结。好，那关于这颗卷，如果要说一个我简单的对它的印象呢，这一颗卷是我认为 Shimano 目前DC 的卷里面的顶峰，没有之一。OK， 我非常的喜欢这一颗卷，它 DC 的控制非常的细腻，温和的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哦，不管是海鲈还是白鲈，不管是淡水的 bass 还是别的翘嘴，别的所有的鱼种，当你需要使用一些比较粗的 PE 线做钓的场合，会非常的爽快。那同时它也提供了 Shimano 小乌龟中最好的卷感， DC 之中最好的粗线感，非常的轻快，非常的舒服。OK， 那钓 bass 它也是完全胜任哦，没有问题。从10克重的饵到我相信100克的饵都可以使用它。那我个人角度来看呢，14克到40克左右的这个区间哦，是发挥它最佳性能哦，得到一个很好的体验的一个区间哦。当然也不要忘记，根据线的种类、饵的种类、重量、风阻来调整刹车，特别是灵活的运用这个机械刹车的调整。它给到你了，你就要去利用它。OK， 那我最后想说一下这个购买选择的问题，有非常多朋友会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一颗它的直接的竞争对手，在我看来，Shimano 家的所有的大口径的 DC，OK， 包括了安达烈斯 DC 哦，当然不是这一颗，是21款的哦，新款的安达烈斯 DC， 包括了这一款是现行版本的安达烈斯 DC MD， 这个是个大口径的 DC，OK， 如果是Daiwa家的呢，就非常多了，因为Daiwa擅长做这个东西，PE 线远投 ，OK，Daiwa家的有 Zelian HD 哦，我之前开箱做过的，还有所有 HLC 后缀的小乌龟哦，像是 Zelian HLC， 还有就是我之前也做过开箱的 Steez HLC， 好像这种 HLC 系列的哦，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战 ，OK， 这几款都是它直接的竞争对手哦。我想如果有购入的意愿的话呢，以上这几颗哦都是可以拿来对比的。21的安达 DC 的话呢，如果你已经有的话，其实是没有更换到这一颗的必要哦，它们之间有差别哦，这一颗有改进，但是差别非常小。OK， 顺便说一下哦，它的这个机械刹车钮的改进由于是同样的机身，21安达 DC 是可以更换的哦，是可以更换这一个好用的机刹钮哦，大家记住。还有它的出现警报声，已经有 YouTuber 成功的更换，但是我要说明一下，这种非法改装现在没有观感 ，OK， 这种非法改装的后果自负 ，OK， 但是已经有人成功的改装过了哦，其实是因为是一样的黄铜大齿轮，我说是 XG 的版本，21的 DC 的 XG 跟它的黄铜齿轮的规格是一样的哦，只需要把它的这个整个黄铜齿轮，包括这个卸力发生的那个单元哦，一起换过来哦，是可以正常运作的哦，但是后果自负哦，非法改装啊。然后如果你没有21款的安达烈斯DC 的话呢，这一颗绝对是更好的选择，除非你喜欢安达的这个涂装哦，否则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去选择安达而不选择它哦，这个是更好的选择。好，那下一个是关于18款的 DC MD，
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如果你没有玩大勇的话，你没有对那种2盎司以上的大饵有一些实际的需求的话呢，这一颗是更优的选择。OK， 但是如果你是玩大饵，你玩的是大勇，像我玩的那些什么 Clash 9Tiny Clash 这种2盎司以上，很遗憾对应大饵的 DC，这一颗 MD 还是独此一家所以你没有的选择。但是除此之外，另外的3个模式是非常接近的然后只有 X 模式的区别而已。它也可以对应比较重的路亚但是它对应大饵的能力并没有这个强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容线量它比较多一点。如果你要上比如说20磅的碳线透零的话呢你的选择是只有这一家。OK， 好，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这颗 Xsense DC 是一颗非常优秀的卷线器，是 Shimano 目前最优秀的卷线器。Enjoy。